你有想过为什么很多台湾早餐店的名字都要有美吗？像是美而美、美又美、美佳美，甚至是早安美之城等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早餐为什么这么美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台湾的早餐店很多人都会想到家里巷口那间红底招牌的美而美，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同样都叫做美而美卖的也大多都是汉堡跟三明治，但各家店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又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比方说，有的招牌是红底黄斜线有的则是红橘色块，有的会卖花生培根蛋饼、薯饼、汉堡这种独家口味，而有的饮料杯封膜不会放 logo， 改放笑话或是台语教室。总而言之看起来就不像是同一个连锁体系。而且除了美而美，还有美尚美、美好美、美佳美，甚至呢有些早餐店前面还会冠名比方说巨林美而美、龙凤美而美，或是瑞林美又美、大直美又美等等。那到底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多名字叫做美什么美的早餐店？这些店家的名字都差不多，难道不会有侵权的问题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我们团队的大家工作时常常又在不同地方替不同的装置充电，每次出门都要带长短不一、接口不同的充电线，真的很头痛。如果你也常常为了充电线烦恼，那你可以参考看看最近推出的欧海闪电速拼线。它的自由拼接设计不仅提供10到260公分的超灵活长度选择，更能够在 Apple、安卓系统之间快速的切换，让你不管是在家或在外要充笔电手机或是平板都能够一次到位。此外，它也支援目前市面上最顶级的 PD 3.1 240瓦快充规格，更以严选尼龙制成实测可以承受3万次弯折不损坏，也获得了 Apple 官方的 M5 认证。现在上泽预购，还有限时限量的超早鸟65折优惠，马上点击资讯栏的链接立刻抢购吧。到底谁才是美而美早餐的起源？众说纷纭。那目前我们找到一个比较主流的说法，是来自一个名字叫做徐和森的人，他是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的副理事长，同时也是拉雅汉堡的董事长。根据他的说法，美而美是林坤炎先生创立的。林坤炎本来是台塑企业的员工，有天他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美国人看棒球时都会吃热狗堡，他觉得这好像有点搞头。美国人喜欢吃热狗堡，那台湾人说不定可以吃汉堡啊。所以从1981年开始，他就到台北市立棒球场，也就是现在的小巨蛋门口卖汉堡。不过当时的生意并没有像他想象当中那么好，所以他决定要改变策略。他改成了开着小餐车到附近裕达高职的巷口卖汉堡，生意果然改善很多。而且他还发现早上可能大家赶着上班上学，就会来跟他买早餐，所以生意特别的好。最后呢，他就选在八德路上开了第一家专门卖汉堡的早餐店。那店要开了，名字要叫什么呢？他参考了当时台湾有很多的店家，不论是超市或是皮鞋店都喜欢叫做美而联。再加上他常常有经过的一家面包店叫做美天美，两个 idea 结合在一起美而美这个名字就诞生了。林坤炎的美而美早餐除了汉堡还有卖三明治，对于当时早餐大多都是吃稀饭或是豆浆油条的台湾人来说非常的新奇，再加上价格很便宜所以生意超级好，总是人潮满满。林坤炎的亲朋好友看到之后，就开始向他请教一些开店的秘诀，而林坤炎也很有生意头脑，除了教导开店技巧也要求他们要跟自己购买早餐店的原物料。就这样子美而美在台湾越开越多，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连锁体系。再加上林坤炎的堂妹把美而美从台北带到了台南，也让美而美逐渐的在全台湾遍地开花，甚至还出现了其他的模仿业者，像是美又美美天美、美一美早餐店等等。而本来大家也都相安无事，但是1988年有人注册了美而美、美又美的商标，林坤炎突然从创办人变成了侵权者，这个转变让他非常的生气。不过到这边我们可能要先停下来换个角度来看看，这位注册美而美商标的人，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人说引爆这场商标大战的关键是一位名字叫做赖瑞麟的人。赖瑞麟本来是一位公职人员，为了要偿还父亲的债务，决定改行卖早餐，在台北市的通化街开设了第一家瑞麟美而美早餐。
那为了要吸引加盟者他不止呢自创获利公式，还花钱打广告，才开店的短短1年就有超过40间加盟店，成长非常快速。那因为当时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商标的观念，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美而美。赖瑞麟为了要保护自己辛苦经营的成果，就自己研读法律，在1988年成功注册了瑞麟美而美跟瑞麟美优美的商标。有人认为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才会呢导致大家广泛使用的美而美开始有侵权的疑虑，引爆后来的商标大战。不过赖瑞麟的儿子赖瑞光呢，曾经在媒体访问当中澄清，他说从商标局查得到的资料呢，最早应该是一间位在宁夏夜市附近，名字叫做美好美的店家先注册原始商标，才会导致类似的美而美不能够注册，所以罪魁祸首并不是他们。但无论是谁害大家不能够用美而美，到处都是美而美的现象，的确造成民众的混淆，所以这些美而美店家们就展开了商标大战。从1988年开始，各种美而美早餐店呢，就为了谁才是正统的美而美争执不休，甚至连美良美、美而美、美而美等等的早餐店呢，也都陆续的被告上法庭。在1994年，法院做出了判决，认定美差美在餐饮业、服务业当中属于弱势商标。这边的弱势商标是指说，同一个商标被很多人使用，而且使用者之间各自独立，导致这个商标的辨识性呢变得非常的弱。比如说，虽然这个可乐呢是可口可乐发明的，但一般人说到可乐，只会想到这是一种甜甜的黑色碳酸饮料。那到底是在说哪一家还是得要看前面的品牌名称才能够辨别是百事可乐还是可口可乐。可乐本身不具备商标的辨别功能。同样的呢，讲到美差美大家都会想到是早餐店，不会呢有明确是哪一家店的认知，所以识别性上面不足。原则上呢，大家都可以用。那为了要能够辨识以及避免侵权，就要在前面加上特定的品牌名称。所以林坤炎呢就把他的美而美早餐店改为叫做巨林美而美，而其他店家呢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也跟着冠名，像是大直美优美、龙凤美而美等等。不过也有一些店家呢，他决定要另起炉灶，不要再使用美而美这个名字。首先呢，就是刚刚提到的林坤炎的堂妹，在1983年呢，她跟丈夫把美而美带到了台南，从一台餐车开始，逐渐做到有自己的店面。那位生意很好，同样也有很多的亲朋好友询问加盟。而为了要供应原物料给加盟商，他们还盖了一家美而美食品厂。没有想到呢，后来遇到商标大战美而美失去了辨识度。1995年，他们决定改名叫做早安美之城，重新出发，最后也顺利的成为了台湾人熟悉的早餐巨头之一。那说到这里，我们就有点好奇了，歌手卢广仲呢也是台南人他有一首歌呢叫《早安城之美》，不知道灵感是不是就来自于早安美之城呢？广众，如果你有刚好看到这支影片，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那话说回来还有一家早餐店，创办人呢本来的工作是配送牛奶，但因为常常帮巨林美而美送货，开始熟悉早餐店的业务流程。当时呢，他发现早餐店的市场真的很大，就跟风借了20万元加盟美而美。那在后来的商标风波之后，才改名叫做红爷汉堡，目前也已经是台湾中部的连锁早餐店霸王了。今天这一集呢，是我们团队计划阿廖提的他说自己在巷口吃早餐的时候，看着招牌，突然很好奇，为什么他去的那家美而美前面有冠上其他的名字？难道还有其他的美而美吗？没想到呢，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居然还真的有超多不同体系的美而美。而且根据司法院的判决书系统，这场商标大战呢，直到现在都还在持续当中。由此可见，美而美这个名字对很多的业者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像是对于林坤炎先生来说，他作为美而美的创办人，美而美被抢先注册走，当然会非常的生气，希望法律帮他讨回公道。但对于赖瑞麟先生来说，自己花了很多的心力投入这个事业，当然也希望可以透过法律来保障自己的经营成果，不希望被其他人混淆。不过，如果我们把焦点转到消费者身上，这商标大战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不是很重要。大部分的人呢，选择早餐的标准通常是取决于餐点的品相跟味道合不合口味，或是环境够不够卫生啊、舒适等等。甚至连早餐店阿姨呢，会不会叫我一声帅哥美女，可能都会比招牌上面到底有几个美来的关键很多。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能够在一大早给我们满满的活力的，就是最棒的早餐店。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最喜欢吃早餐店哪个品相呢？当然是汉堡加蛋不止物美价廉，吃一个还可以饱到中午。B 绝对是蛋饼什么料都可以加，怎么样都不奇怪。所以吃什么不重要，但一定爱配大冰奶顺畅的一天从早餐开始。第一，只要会叫我帅哥美女的，不管卖什么我都吃爆了。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早餐为何这么美。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有哪些早餐店，以及不吃早餐可能更健康。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